公元前124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奔袭了600-700里，进入匈奴的腹地，大败了匈奴的右贤王。战后，卫青被封为大将军，统领全军。伊稚茶单于当然不甘心右贤王的失败，同年的秋天，他就派出万余骑兵再次袭击代郡，代郡的都尉朱英被杀，1000余边民被掳走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大怒，决定再次出兵，这次的目标便是匈奴的单于主力。公元前123年春，卫青率领大军从定襄出发，驻军于长城之外。定襄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乡。随同卫青出征的将领还有中将军公孙敖、左将军公孙贺、右将军苏建、强弩将军李举、前将军赵信、后将军李广。李广是这些将领里唯一一个没有被封侯的。同时，汉武帝还派张骞为向导，也随军出征。另外，还有个不起眼的校尉，也在此次的大军之中，这是他首次参战，本打算是出来历练一下的。他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。汉朝的大军出征了，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匈奴的主力。匈奴不像汉朝有坚固的城池和固定的住所，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，随着水草而随处迁徙的。匈奴的军队也是单于走到哪里，哪里便是王庭。于是卫青就让各位将领率领着本部人马出征，去寻找单于的主力，并且严令各部出塞不得超过100里，半个月后必须全部返回。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各路人马均有斩获，共歼敌数千人，然后便返回了大营。但是他们遇到的都只是漠南匈奴的小部落，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。1个月后，卫青再次派出将领们北上，这次是以大漠为界进行搜索，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，再次攻破匈奴的多个小部落，斩首和虏获了万余人。如此大规模的出兵，单于必定有所防备。于是卫青打算派出一小股轻骑兵前去侦察。派去侦察的是赵信和苏建，他们2人的大军有2万余人，但他们将大部分的人马都留在了后方，只率领了3000轻骑前往。这样既可以灵活快捷的行动，如果遇到了匈奴的主力，也可以快速的撤退回来报信。然而他们这次却真的遇到了伊稚茶单于的主力。可悲的是，伊稚茶也早已知道了他们的行踪，正率领着3万大军提前布好阵，等待着他们。就这样，赵信和苏建率领3000人马钻进了匈奴单于的包围圈。双方厮杀了1日后，因为敌我悬殊太大，汉军的3000人实在是难以支撑了。见汉军败局已定，单于便开始诱降。赵信以前本来就是匈奴的小王，战败后投降的汉朝，所以他对投降匈奴完全没有心理负担，便率领着800名骑兵投降了匈奴。这样一来，就只剩下了苏建的一支孤军，苏建就更难以支撑了，只身一人逃了回来。但逃跑途中，他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。原来后军听说前方战败，赵信还投降了，于是军中便开始大乱。赵信的部下很多都是投降过来的匈奴人，所以听说赵信投降后，他们也准备去找匈奴投降。幸好有一个名叫孟乙的汉军骑士，及时砍杀了几个带头的，才总算稳定局势，将队伍给带了回来。战后，孟乙被封为了关内侯。苏建的队伍则基本都是汉人，听说前方战败，苏建又不知所踪，于是也及时的撤了回来。苏建没有找到自己的后军，就直接逃回了卫青的大营。这一战可谓是损失惨重。就在众人都郁闷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发现，此时的军中有一批人已经不见了，此人便是霍去病。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，关于他的身世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，大家可以回头去看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他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，汉武帝很喜欢他，就想重点培养。汉武帝让他学习《孙子兵法》，但是霍去病认为战场上最重要的就是随机应变，照搬别人的东西太过死板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压根就不学。所以在古今中外，不学兵法而成为名将的，或许也就他一人了吧。这一年，霍去病只有18岁，还是虚岁。汉武帝想让他跟着舅舅卫青出去历练一下，于是就封他为飘摇校尉，
跟随大军出征了。卫青对他没什么要求，也没给他安排具体的作战任务，于是他就带领着800人脱离了大军，独自去寻找战机了。他的部下大多都是匈奴的降族，有4位军侯，分别是高不时、蒲多、邢山、徐自为，每人率领2个百夫长和200名骑兵。经过商议，他们决定前往敷阳巨山去寻找战机，那里就是我们上期讲过的卫青大败右贤王的地方。经过数日的奔袭，他们来到了敷阳巨山的山坡上，在这里他们截杀了一位老年的斥候。通过对这名斥候的分析，霍去病推断介若侯就在附近。原因是介若侯是默读单于最小的弟弟，属于伊稚茶单于老祖宗辈的。匈奴人的风俗是重少轻老，所有的饮食和衣物等都是先给年轻人，有剩余的才能分配给老年人，因此匈奴的很多老年人都是食不果腹的。介若侯已经年近70，无法继续冲锋陷阵，只能负责给大军运送粮草辎重。他能体恤老人，很多老人也就前来投奔他，所以通过这名老年斥候，霍去病推断出介若侯一定就在附近。经过几日的搜索，他们终于在一个湖边发现了介若侯的运粮大军，但他们没有立即出击，而是用牛皮包住马蹄，用笼子套住马嘴，静静地隐藏了起来。夜幕降临后，霍去病便率领着他的800勇士，一马当先冲入敌营，开始大肆的砍杀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冲锋，匈奴士兵毫无还手之力。最终，介若侯本人在混战中被杀，伊稚茶单于的叔父，君臣单于时期的右贤王罗姑比被俘虏，还有匈奴的相国和当户等一众高官也全部被杀或被俘虏。此一战，霍去病只用了800人，歼敌2028人，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辎重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一把大火全部烧掉。至此，漠南之战结束。这场战役并没有达到歼灭单于主力的目标，虽然杀敌万余，但是自身的损失也比较大，还有1员大将叛逃了匈奴。所以回到长安后，对于主将卫青，汉武帝只是象征性的给赏赐了千金。而此战中功劳最大的是2个人，一个当然就是霍去病了。他长途奔袭，找准战机，果断出击，歼敌数量远超自身的兵力，是妥妥的大胜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，10亿1600户。就这样，他和他的舅舅卫青一样，也是一战封侯。同时，他也以不凡的战绩向世人宣告，大汉王朝最耀眼的一代名将已经是横空出世了。另一个功劳最大的便是张骞，因为他的引导得当，使汉朝的主力大军第一次深入到匈奴的大漠，而且还没有缺草断水，立了大功。于是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。有奖就有罚，此战中损失最大的当然就是赵信和苏建了。苏建只身一人逃回卫青的大营后，很多人都建议卫青杀了苏建以树军威，但卫青说：“我是外戚领军，还有必要用杀将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吗？”于是他就把苏建带回长安，交给了汉武帝发落。汉武帝定他为死罪，不过最后苏建又是用钱买了一条命。而跟他一起出战的赵信投降匈奴后，伊稚茶单于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不仅封他为自嗣王，还把自己的姐姐也嫁给了他。他因为在汉朝多年，非常了解汉朝以及汉武帝接下来的战略，所以他建议单于要想对抗汉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诱敌深入。等到汉军远道而来，人疲马乏，粮草供应不上之时，再发起攻击，则可彻底击垮汉军。为了能达到这个效果，他建议单于将王庭从漠南迁往漠北。伊稚茶单于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当即就率领大军北上，将王庭迁往了漠北草原。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个建议却间接地成就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举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21年，21岁的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独自率领1万骑兵从陇西郡出发。他们沿着洮河进入黄河的干流，再折向东北，到达金城及现在的兰州市。
从这里渡过黄河，然后沿着溺水，也就是今天的庄浪河，向西北方向前进，目标便是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主要有2股势力，东边是休楚王，西边是回耶王，他们各自又节制着众多的小部落。之前魏京经过2次战役，先是右贤王遭受重创，其次是单于的主力退往漠北草原，于是汉武帝便把目标放在了河西走廊。关于这里的地形地貌以及部落情况，张骞早已给汉武帝做了详细的汇报，于是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出征。他们顺着庄浪河谷来到了乌烧岭。乌烧岭位于甘肃省天柱县境内，因为山脉在此形成了一个缺口，成为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交通要道，所以乌烧岭被称为河西走廊的门户。翻过乌烧岭，便进入了鼓浪河流域，占据这里的是匈奴的赤仆部落。此时是初春，正是牛羊和骏马繁衍的时节，赤仆部的族人们都在忙着产羔和放牧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离他们很近了。到达这里后，霍去病任命赵破奴为先锋，率领600名骑兵出击。赤仆王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召集他的族人们，只能带领着身边的数百人仓促应战。最终赤仆王被斩首，赤仆部也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。随后霍去病率领大军继续西进，来到了杂水河流域。杂水河是石阳河的一条支流，统治这里的是居莫部。居莫部原本是个大部族，但是之前已有上万人跟随着大月支迁居到了西域，被称为西域居莫，位于现在新疆的居莫县附近。继续留在这里的只有5000余人，被称为河西居莫。他们实力太弱，在汉军到来之前早就已经逃走了。汉军也不去追击，沿着祁连山继续西行，来到了当田部的地盘。当田部的部众也提前就逃上了冷龙岭。再往前便是楚各部。楚各部是休楚王节制的一个小部落，部落首领便是休楚王的儿子。他率领着1000余人前来应战，但只损失了数十人后，他们就向休楚王的王城撤走了。他的意图是将汉军引到王城附近，再与休楚王一起围歼汉军。但是霍去病根本就不去追，他们继续西行，来到了胭脂山的南部。这里有2个部落，分别是蛇兰部和卢侯部，但是他们也一样，在汉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全部逃走了。于是汉军便来到了回耶部。回耶部是河西走廊实力最强的部族，王城位于羌谷水西岸，是当初月支人控制河西走廊的时候修建的城池，名为昭武城。由于霍去病的大军行军速度过快，回耶王压根就想不到汉军可以在不击败休楚王的情况下，就如此快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地盘。召集人马已经是来不及了，他让自己的儿子率领1000人守城，他自己则亲率2000余骑迎击汉军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只激战了片刻，回耶王就顶不住压力，率军撤走了。霍去病马上下令攻城，汉军万弩齐发，射向城内，守城的士兵根本没办法阻挡，昭武城轻而易举就被攻破了。此战汉军只损失了数十人，而获得的战利品却是异常的丰厚，不仅俘虏和斩杀了1000余人，而且在这些俘虏里竟然还有回耶王的王子、相国、都尉等一大批的重量级人物。至此，霍去病只用了6天，便迅速地荡平了赤仆、居莫、当田、楚各等部，还大败了回耶王，可谓是6日破5国，胡尘千里惊。回耶王逃走后，就连忙派出快马前往各个部落去搬救兵，企图将汉军围歼于王城之中。然而霍去病在昭武城只休息了2天，补充完战马和补给后，就向东撤走了。这次他的目标是休楚王的王城。休楚王城建在石阳河的边上，位于今天武威市四坝镇3岔村的附近。此城也是当初月支人修建的。原本休楚王在得知回耶王的王城被汉军攻破后，还在幸灾乐祸，可紧接着霍去病的大军就向他自己的王城杀了过来。他非常明白，就靠这座年久失修的古城是根本阻挡不了汉军的。于是他吸取了回耶王的前车之鉴，立即就率领部众逃走了，留给霍去病的是一座空城。但是由于他逃跑的太过匆忙，连祭天金人都给忘带了。
祭天金人是匈奴的2大宝器之一，每次有重大活动，这2个宝器都是要摆出来的。伊稚茶单于为了笼络河西走廊的各个部落，就将祭天金人交给了丘处王保管，没想到现在却成了霍去病的战利品。就这样，霍去病率领汉军只用了10天，在河西走廊来回奔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在这里休整了1天后，霍去病还是感觉不过瘾，于是他率领大军又沿着胭脂山、合龙首山的南路再次向西行军。此时的回耶王已经集结了近2万大军，正准备去追击汉军，救出王子等被俘人员，没想到汉军竟然自己跑回来了。于是回耶王就在河离山的南路集结大军，等待着汉军。而且此时回耶王还得到一个情报，霍去病的骑兵已经没箭可用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回耶王还派出数名骑哨去骚扰，果然汉军射过来的都是用过了很多次的盾箭。这让回耶王更加的信心满满，准备在河离山下彻底消灭汉军。同时他让蛇兰王和卢后王也各自率领千骑尾随着汉军，等到回耶王与汉军开战，他们便立即从背后发起偷袭，两面夹击汉军。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，霍去病早已了解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在丘处王的王城里，他就让所有骑兵每人都用羊皮包裹好40支崭新的利剑，并且隐藏起来，等到和回耶王开战的时候才能用。其次，蛇兰王和卢后王偷偷地尾随着汉军，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霍去病在行军途中已经让仆多率领1000骑兵悄悄地脱离大军，向南深入数十里，隐藏在一处山谷之中。等到蛇兰王和卢后王的人马过去之后，仆多才率军出来，悄悄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。很快，霍去病的大军便与回耶王的大军在河离山的南面相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回耶王认为汉军已经没箭可用了，也就用不着用其他的战术了，命令所有骑兵直接冲锋过去，人多打人少，一轮过去，汉军就应该彻底崩溃了。可此时，只见所有的汉军都从羊皮的包裹里取出了崭新的箭矢，朝着冲锋过来的匈奴骑兵连续的发射，感觉有着无穷无尽的箭一样。一时间，漫天的箭雨落在了匈奴骑兵的身上，大批的匈奴骑兵跌落马背。回耶王这才意识到，他自己可能是上当。两军短兵相接后，伤亡都很大，但是匈奴骑兵已经彻底丧失了优势，于是回耶王只能下令撤军。两大主力已经停战了，可后面的蛇兰王和卢后王却还在与仆多打得难舍难分。霍去病及时抽调100骑兵，朝后方的战场杀了过去，两面夹击匈奴。蛇兰王和卢后王见状，不敢继续恋战，策马便逃，汉军则穷追猛打。最后，蛇兰王身中数箭而亡。卢后王负伤后，本想下马投降，却被仆多一刀就结果了性命。此战过后，汉军虽然打败了回耶王，还斩杀了2个匈奴王，但是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。最重要的是，战马已经不足1000匹，箭簇也所剩无几了，一支精锐的骑兵几乎快要变成步兵了。失去了机动性的大军，如果继续在匈奴的腹地逗留，那是极为危险的。于是霍去病下令班师回朝。汉军缓慢撤退，回耶王不敢贸然出击，只是尾随其后，准备找机会下手。5天后，汉军才抵达了蛇兰部和卢侯部所在的胭脂山南路。此时蛇兰王和卢后王已经战死了，剩余的部族也都如惊弓之鸟，早已逃走了。于是汉军顺利地通过了这里，可回耶王跟到这里之后却不跟了。他开始垂涎这2块牧场，就派兵去兼并这2个部落去了。回耶王不追了，可丘处王却来了，他要想办法把他的祭天金人给抢回去。此时汉军的粮草也已经告急了，行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，用了11天才到达赤仆部的地盘，又用了3天从鼓浪水翻过乌梢岭，抵达了庄浪水。丘处王跟到这里时，已经提前派人去联络了河湟谷地的羌人，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联手灭掉这支汉军，但是羌人拒绝了。于是霍去病便带领汉军沿着庄浪水渡过黄河，一路率军回到了陇西郡。至此，霍去病的第1次河西之战就此结束。这一战，汉军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，俘虏了回耶王的王子，
以及相国和都尉等一大批贵族，还斩杀了赤仆王、蛇兰王、卢后王，共计虏获和斩杀的匈奴人高达8960人。汉武帝非常满意，给霍去病加封了10亿2200户。这是霍去病第一次用他自己的战术大败匈奴，也为他第2次河西之战埋下伏笔，打下了基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21年夏天，距离霍去病第一次征战河西走廊仅仅过去了几个月。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出2路大军征伐匈奴。第一路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领，从北地郡出发，进攻河西走廊。北地郡的治所在今天甘肃省环县东南的马岭镇。第2路由李广和张骞率领，从右北平郡出发。右北平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县西南。他们的任务是牵制住伊稚察单于和左贤王，阻止他们派兵去救援河西走廊。李广率领4000人为先锋，先行出发。张骞则率领1万人的主力大军随后跟进。可是李广的4000人出征后，却遇到了左贤王率领的4万主力大军。汉军的士兵们非常的恐慌。李广为了鼓舞士气，他让自己的儿子李敢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去直穿匈奴骑兵的包围圈。李敢带领骑兵在匈奴的阵地上跑了一圈，又安全地返回，并当着士兵们的面告诉李广，匈奴人很容易对付。于是汉军便军心大振。接下来，李广将军队布置成一个圆形的阵势，面向四周，抵御匈奴。匈奴人发起冲锋，一时间箭如雨下，半天时间，汉军就死伤过半，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，但依然毫不退缩。可要命的是，汉军的箭矢马上就要用完了，士兵们又开始慌乱了起来。可他们见李广依然气定神闲，士兵们也就有了底气。这时，李广下令让所有的士兵只拉弓不放箭，他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向敌人的副将，一连射死了好几个，匈奴便不敢再贸然的冲锋了。不多时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双方都罢兵回营，汉军可算是熬过了第1天。第2天天明，战斗再次打响。就在汉军精疲力竭，要被匈奴彻底歼灭的时候，张骞终于率领着主力大军赶到了。匈奴见状，便下令撤走了。此时汉军已经是疲惫不堪，根本没有精力再去追击匈奴了。何况此战汉军虽然伤亡惨重，但也算是完成了牵制匈奴的作用。于是李广便率军回到了右北平郡。再来看霍去病和公孙敖这一路。上一次霍去病是从乌梢岭进入的河西走廊，所以在这条路线上，匈奴必定有所防范。于是这一次霍去病决定采取大纵深迂回的战略，再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。他率军从北地郡出发，在贺兰山的北面进入乌兰布和沙漠，然后沿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北部边缘前往居延泽。居延泽就是今天的居延海。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若羌水，也就是今天的黑河，流经800余公里后，汇入了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的2块洼地，形成了东西2大湖泊，总称居延海。东边的叫苏伯诺尔，西边的叫噶顺诺尔。在这里稍事休整之后，汉军便沿着弱水南下。弱水指的是黑河的下游，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饮的弱水，指的就是这条河。按照原计划，公孙敖的大军从北地郡出发，渡过黄河后，就应该沿着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南部边缘前进，两军在弱水汇合，然后再一起突袭匈奴。可是当霍去病的大军来到这里时，却根本就没有公孙敖大军的任何消息。事实上，公孙敖的大军在刚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时候就迷路了，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来不了了。此时霍去病的大军人困马乏，干粮和粮草也已不足，如果继续前往河西走廊，一旦被匈奴围困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但是霍去病并不打算就此退兵，他决定孤军挺进，继续完成任务。于是霍去病的大军再次出发，他们从河狸山的北部对浑邪王和休楚王的侧背突然发起猛攻。匈奴万万想不到，霍去病回去才仅仅几个月，就再一次如同神兵天将一样，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于是匈奴只能仓促应战，
经过激烈的战斗后，回耶王和休楚王再一次战败，仓皇逃走。就这样，霍去病在没有援军和后勤补给的情况下，只依靠自己的一支孤军，再一次大败匈奴。据说他战败匈奴后，拿出汉武帝御赐的美酒犒赏将士，但是由于酒少人多，霍去病就将美酒倒入泉水之中，与众位将士共饮，从此这个地方便称为酒泉。此战，霍去病再一次打破了他之前的战绩。他先是俘虏了丹桓王和囚徒王及其相国和都尉以下的2500余人，然后共斩杀和俘虏的匈奴人高达30200人，并且生擒了匈奴的5个王、5个王母，以及匈奴单于的胭脂及其王子59人，还有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等63人。战果是异常丰厚的，对匈奴实力的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。然而，汉军也因为没有等来公孙敖的支援，损失了将近3%的人马。至此，第二次河西之战结束。霍去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2次出征河西走廊，连赢2场大战，以最小的成本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再给他增加10亿5400户，总食邑超过了1万户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。此外，跟随他的将领们也获得了封侯，赵破奴被封为从标侯，高不时被封为一贯侯，蒲多被封为回曲侯。而且，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赫赫战功，还派人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。但是霍去病却坚持不救，并气概豪壮地说道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再来看下此次出征的另外3名将领。张骞因为没有按时率军赶到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交钱赎罪，被废为了庶人。公孙敖因为迷路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也是交钱赎罪，废为了庶人。李广虽然损兵过半，但是他以少打多，将功赎罪，不赏也不罚。霍去病这边是加官进爵，名扬四海，可匈奴的伊稚茶单于却被气的是暴跳如雷。他派人到河西走廊去邀请回耶王和休楚王前往龙城赴宴。回耶王和休楚王很清楚，他们只要去了，就必定是死路一条。于是2人经过秘密的商议后，决定投降汉朝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，经过霍去病的2次大胜，匈奴终于从内部开始分裂了。忧的是，匈奴的数万人马集结在边境，如果是诈降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于是他再次派出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前去接应。果然，在霍去病还没到达之前，休楚王就反悔了。回耶王劝说无果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，便果断地杀了休楚王，并收编了他的人马，继续等待着汉朝的收编。霍去病率军来到了金城后，渡过黄河，直奔回耶王的大营。匈奴的士兵们认出了这个年轻的将军便是霍去病，而且见汉军的队伍异常的威严，感到非常害怕，就陆续的开始逃跑。霍去病果断下令，锐汉成诛，设伏者勿取。然后他率领精锐进入回耶王的大营，控制住回耶王。其他将领则率军去追击匈奴的逃兵，斩杀了8000多人后，匈奴的士兵终于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稳住了局势。霍去病让回耶王先行出发去面见汉武帝，剩下的4万多匈奴降兵则被汉军押送着跟在后面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他将回耶王封为洛阴侯，10邑1万户，同时还将回耶王的儿子忽都尼等4个人也给封了侯。随后投降的4万余名匈奴人被分别安置在陇西郡、北地郡、上郡、朔方郡、云中郡，被称为5属国。从此回耶王在汉朝过上了舒适的生活，直到老死在这里。而休楚王的反悔不仅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连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到了牵连。他的太子投降后，不仅没能封侯，而且还被贬为了马夫，专门负责给汉朝养马。这个休楚王的太子便是金密帝。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被汉武帝赏识，成为了汉武帝钦定留给汉昭帝的4大辅臣之一。具体的详情我们之后再讲。至此，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彻底归顺了汉朝。不久之后，汉朝派人前往河西走廊，召集匈奴的部众20余万，
赶着牛羊迁往长城之内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在之后的多年间，大汉王朝在河西陆续地设置了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，被称为河西四郡。从此，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而且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，从而加强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盟，进一步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前119年春天，汉武帝决定出动10万骑兵，兵分2路，去漠北草原找伊稚茶单于决战，彻底解决匈奴的后患。一路由卫青统领，同时任命赵义基为右将军，曹襄为后将军，公孙敖为校尉，兵力共计5万，从代郡出发，去攻击匈奴的左贤王。代郡的治所在今天河北省玉县的代王城。另一路由霍去病率领，从定襄郡出发，去攻击伊稚茶单于的主力。定襄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的土城子乡。霍去病的军中没有配备皮将，但他统领的骑兵都是经过精挑细选、敢于力战的精兵，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。为了确保此战的胜利，汉武帝又征集了私人的马匹4万匹，步兵数十万，负责转运粮草辎重，保障大军的后勤补给。大军已经部署完毕，可老将李广却多次上书请求出战。李广从14岁参军，现在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。他与匈奴征战一生，名气很大，却一直没有建立功勋，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场与匈奴决战的机会。汉武帝之所以不让他参战，一方面是因为李广的年龄确实太大了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广打仗太过冒进，而且运气一直都不怎么好，担心会打乱战局。但在李广的多次请求下，汉武帝还是答应了他，让他跟随卫青一起出征。至此，汉朝的大军已经安排妥当，准备发往漠北草原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从匈奴俘虏的口中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已经向东边转移了。于是汉武帝便再次调整了作战部署，他让霍去病从代郡出发，去找伊稚茶单于的主力决战，卫青则改从定襄郡出发。卫青率领大军出关后不久，就抓住了一个匈奴的俘虏，从他口中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其实并没有东去，而且就在卫青大军的正前方。卫青非常高兴，决定兵分2路去找单于的主力决战。他让李广和赵义基合兵一处，从东边迂回包抄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去正面迎战单于，并且将公孙敖调为了前将军。李广得知后异常的气愤。李广一直都是打头阵的，可卫青却将他调开，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公孙敖。就这样，李广就很不情愿地率军从东路前进，卫青则率领主力向西北进发。那么，伊稚茶单于真的没有向东边转移吗？其实，这个情报是准确的。刚获知汉朝要大规模进军的时候，伊稚茶单于确实准备向东边转移的，但是在赵信的劝说下，他就改变了主意。赵信是从汉朝投降过来的，所以他对汉朝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他告诉单于，汉朝的大军要想征战漠北，就必须越过茫茫的大漠和戈壁，单程的距离就有2000多里。几十万大军要走这么远的路，后勤补给是十分困难的。何况，就算他们能够到达漠北，无论是将士还是战马，必定会疲累不堪。匈奴大军只要以逸待劳，等他们到达漠北，立足未稳，人疲马乏之时，突然杀出，则汉军必败。于是，伊稚茶单于便听从了赵信的计策，将粮草辎重全都转移到更北方的赵信城，然后整顿兵马，等待着汉军的到来。卫青率领大军行走了1000余里后，终于发现了伊稚茶单于的主力大军。此时，汉军是千里奔袭而来，确实疲惫不堪，而匈奴的将士们则严阵以待，士气高昂，随时准备发起冲锋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可让卫青苦恼的是，李广和赵义基的大军一路上都杳无音信，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动向。可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已经等不了他们了。
于是卫青下令用武钢车围成一个坚固的阵地。所谓武钢车，就是四周以及车顶都用厚皮革覆盖，能够阻挡箭矢穿透的一种战车。武钢车围好后，汉军的兵马就可以潜伏在阵地之中，匈奴的骑兵无法突破。然后卫青派出5000人马出阵迎敌，匈奴也派出1万骑兵应战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对冲砍杀，一直激战到黄昏，双方士兵都死伤无数。这时突然狂风大作，沙石扑面，交战的双方连眼睛都睁不开，也看不清对方的情况，但战争并没有停歇，继续胡乱地砍杀着。可卫青却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命令武钢车里的骑兵兵分2路，从左右两翼向伊稚茶单于的后方主力包抄过去。匈奴人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攻。很快，匈奴的骑兵就开始溃败了。伊稚茶单于见败局已定，只带领着几百人成功突围，然后朝着西北方向逃走了。可双方的将士们还在拼死击杀，一直战到天黑，双方的死伤人数相当。随后，匈奴的士兵们也得知了单于逃走的消息，于是便无心恋战，开始四处逃散。此时，一个校尉告诉卫青，他从抓到的俘虏那里得知，伊稚茶单于在天还没黑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。卫青连忙派出轻骑兵连夜追击，他自己也率领主力紧随其后。等天快亮的时候，汉军已经追出了200多里地，来到了燕然山，也就是今天的杭爱山。杭爱山的南部支脉叫智岩山，也就是今天外蒙古的纳竹特山。追到这里时，单于没有追到，却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赵信城。这座城是赵信主张修建的，因此被称为赵信城，位于色棱格河的支流哈努伊河的中游。之前，匈奴已经将所有的粮草辎重全都存放在了这里。于是，卫青进城后，让将士们吃饱喝足，停留了1天后，便将这座城池以及剩余的粮草全部都给烧毁了，然后班师回朝。此一战，共斩杀和俘虏了匈奴士兵达19000多人，战果丰厚。当然，自身的损失也不小。卫青的仗已经打完了，可李广和赵义基的东路军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事实上，他们早就迷路了。直到卫青率领大军越过大漠后，才传来消息，李广和赵义基找到了。卫青派长史去了解情况，但李广闭口不言。最后，李广来到卫青的大营，也不解释迷路的缘由，只是独自一人担下了所有责任，然后拔剑自刎而死。当李广自杀的消息传开后，李广的部下无不痛哭流涕。汉朝的百姓知道后，无论老壮，皆为其落泪致哀。他一生征战匈奴，大小几十战，可到死也没有被封侯，所以唐朝的王勃在诗里写道：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”卫青的战争结束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霍去病的情况。他们从代郡出关后，与右北平郡的太守陆伯德会师，然后合兵向北前进。在深入漠北的过程中，霍去病只携带了少量的粮草辎重，急速行军，行进了2000余里。刚穿过大漠后，便与左贤王率领的主力大军遭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霍去病指挥汉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左贤王抵挡不住，只带领着少量的亲兵逃走了。霍去病率军继续追击，俘虏了单于的大臣张渠，诛杀了北车齐王，又转攻左大江双，缴获了敌人丢弃的军旗和战鼓无数。然后越过南侯山，渡过公鲁水及现在的克鲁伦河，又俘虏了屯头王和韩王等3人，以及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83人。然后继续追击左贤王，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。狼居胥山就是今天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边的肯特山，这是匈奴的圣地。每年的正月以及5月和秋季，匈奴都会在狼居胥山举行祭祀典礼，祭天地，拜日月。于是霍去病也在这里用汉朝的礼仪祭祀了天神，在孤眼山祭祀了地神，然后率军来到了北海，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。这便是所有武将都难以逾越的功勋——封狼居胥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一共有7个人举行过封禅，他们分别是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光武帝刘秀、唐高宗李治、唐玄宗李隆基、宋真宗赵恒以及霍去病。
前面6位都是皇帝，唯有霍去病只是一位将军。此一战，霍去病以1万人的代价，共歼灭匈奴70443人，使左贤王部的精锐几乎损失殆尽。至此，漠北之战结束。漠北之战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汉朝方面出征时的14万匹战马，回来的只有不到3万匹。关于人员的伤亡，史书中没有记载，但是通过战马的损失，士兵的伤亡也不会太小。而匈奴的损失就更大了，仅被歼灭的士兵就有9万多人，使匈奴的整体实力元气大伤。更狼狈的是，伊稚茶由于被卫青追得太狠，导致与部下失联了10多天，部下都以为他已经战死了，于是就推举了右路离王继承了单于。可10多天后，伊稚茶竟然回来了，右路离王只能又让位给他。可见此战让匈奴产生了怎样的混乱和狼狈。由于匈奴的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，大批物资被焚毁，伊稚茶单于不敢再继续留在漠北，率领部众向更西北的方向撤走了，于是便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。至此，危害汉朝100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到了解决，匈奴部族也从此开始衰落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极为满意，封卫青和霍去病同为大司马，而且再给霍去病增加10亿5800户。他的很多部下也被封侯受赏，其中就有李广的儿子李敢。李敢因为跟随霍去病杀敌有功，被封为关内侯，完成了他父亲李广一生都未达成的夙愿。但是卫青因为李广和赵翼基迷路，未能按时到达，导致战果受损，而且还让伊稚茶单于给逃走了。于是卫青除了被封为大司马外，再无其他封赏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上期我们讲到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，卫青大败伊稚茶单于，霍去病封狼居胥。但在这场战役中，老将李广却因为迷路而延误战机，自杀身亡。李广的第3子李敢因为跟随霍去病杀敌有功，被封为了关内侯。这场战争结束了，可他们之间的恩怨并没有结束。原因是李敢一直认为他父亲李广的死跟卫青脱不了干系，于是就怀恨卫青，找了个机会袭击卫青，将卫青给打伤了。卫青一直就是一个低调和宽厚的人，他同情李敢，选择了忍让，将此事给隐瞒了下来。可后来还是被他的外甥霍去病给知道了。漠北之战的第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18年，汉武帝召集大臣们在甘泉宫打猎，李敢也一起陪同。甘泉宫位于今天淳化县铁王乡梁武帝村。没想到在打猎的过程中，霍去病一箭就将李敢给射死了。汉武帝为了维护霍去病，就下诏解释说，李敢是在打猎的时候被鹿给撞死的。漠北之战的第3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17年9月，霍去病去世，年仅23岁。关于他的死因，众说纷纭，不过都只是猜测，因为在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。关于他的年龄，在评论区也有争论，但其实霍去病的出生年份和死亡年份是没有争议的，只是10岁和虚岁的区别，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。总之，一代战神就这样英年早逝了。汉武帝得知后痛惜万分，当即发动延边5郡的匈奴移民为他护灵，同时召集工匠为其在茂陵附近营造一座类似于祁连山形状的坟冢，安葬这位大汉战神。霍去病的墓地位于今天陕西省兴平市南魏镇道长村的西北，距离茂陵约1公里，因墓为山形，俗称石灵子。霍去病去世的3年后，也就是公元前114年，汉武帝的老对手伊稚茶单于也在郁闷中去世，由其长子乌维继位，即乌维单于。漠北之战后，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对大汉王朝构成威胁了，汉武帝便把目光瞄准了西域。漠北之战的同一年，汉武帝就派张骞第2次出使西域。这时河西走廊已经归属汉朝，张骞再也不用担心会有匈奴前来捣乱了。张骞此次出使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，他率领的副使及随从就有300多人，携带的牛羊有数万只，黄金、钱币、绸缎等货物更是价值数千万钱。
我们前面讲过，漠南之战的时候，张骞跟随卫青出征，因为他熟悉匈奴的地形，使大军可以顺利地找到水源和草地，立了大功，被封为博望侯。霍去病第二次河西之战的时候，派张骞跟随李广出征，负责牵制左贤王，结果李广被包围，张骞因没有按时赶去救援，回来后被贬为了庶人。现在他又重新被启用，第二次出使西域，此行的任务是去找乌孙国，说服他们搬到回耶王的旧地，把现在的地盘让给汉朝，然后再如法炮制，搞定西域诸国。没有了匈奴的阻拦，张骞等人顺利地来到了乌孙国。乌孙国的国都是赤古城，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伊什特克附近。他们也和匈奴人一样，逐水草而迁徙，全国人口约为63万，军队18万多。现任的乌孙王是列焦弥。张骞刚来的时候，他非常的跋扈，不仅对张骞傲慢无礼，还不按应有的礼仪迎接张骞等人。当张骞告诉他，如果不按照汉朝的礼仪拜见，就不会给他们任何的赏赐。乌孙王立即收起了傲慢，按照要求向张骞行礼。然后张骞便提出了此行的目的，让乌孙王举国东迁。只要他们同意，汉朝不仅赏赐给他们贵重的礼物，还可以与乌孙和亲，从此结为兄弟。然而此时恰好等上了乌孙国的内乱。此时的列焦弥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人了，太子早亡。太子在临死前请求立自己的儿子军须弥为太子，列焦弥答应了。可这却引起了太子的弟弟大陆的不满，大陆握有兵权，打算起兵杀掉军须弥。列焦弥为了保护孙子军须弥，便给他万余骑兵到别的地方去自立，列焦弥自己则留下万余骑兵自保。就这样，乌孙国名义上归列焦弥统治，其实已经是一分为三了。由于他们各方意见不一，导致张骞游说无果。在与乌孙国谈判的过程中，张骞还派出副使，分别前往大渊、康居、月支等国去商议。安排完之后，张骞便先回长安去复命了，跟随他一起前往的还有西域诸国的使者们。公元前115年，张骞回到了长安，汉武帝封他为大行令，位列9卿。1年后，张骞病逝。张骞走了，可他凿空的这条西域通道却越来越畅通了。汉武帝为了加强与西域的关系，继续派出众多的使者，带着大量的贵重物品去说服西域诸国投靠汉朝。可这些人并不是张骞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西域胡作非为，私吞汉朝给各国的礼物，导致西域诸国越来越不满意汉朝的使者。最后竟然出现了拒绝接待汉朝使者，不给他们提供食物，还攻击和扣留使者的地步。其中处于西域交通要道的2个小国最为嚣张，他们分别是姑师和楼兰。于是汉武帝决定发兵西域。公元前108年，汉武帝任命赵破奴为凶河将军，王辉为中郎将，李广利为监军，出征楼兰与姑师。这次的主将赵破奴，我们在霍去病第一次出征的时候就提到过他。他是跟随霍去病成长起来的一员战将。现在霍去病不在了，这个重任就只能交给他了。在沙漠里行军是极易迷路的，而且沿途的补给十分困难。骑兵还可以随身携带干粮和水袋，可战马却需要有充足的草场和水源。而沙漠中的绿洲，一方面极难寻找，就算找到了，面积也都不大，因此不能出动大规模的军队穿越这里。于是此次出征，赵破奴就只率领了700精兵前往。楼兰国位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附近。罗布泊虽然现在是干涸的戈壁，但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湖泊。楼兰国是塔里木盆地的东边出入口，处在汉朝通往西域诸国的必经之路上，所以在西域诸国中是个非常重要的小国。赵破奴率军来到楼兰国的时候，楼兰国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来临。夜幕降临，赵破奴突然发起攻击，楼兰王无法抵挡，也来不及逃跑，只能献城投降。至此，这个后世无数次出现在诗歌里的地方，第一次被汉朝征服。楼兰投降后，接下来便是姑师了。姑师国位于吐鲁番盆地，国都是交河城，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的西北，也是处在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上。
当赵破奴率军到达这里的时候，姑师国也并未设防，汉军便一举攻破了交河城。姑师王则闻风而降，愿意归附汉朝。从此，汉朝将姑师改称为居师，并分成了8个小国。至此，赵破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封他为卓野侯。此战过后，西域各国都深受震撼，特别是乌孙国。而且，此时跟随张骞去往长安的使者们也回到了乌孙，他们见识了汉朝的强盛以及长安的繁华，就劝说乌孙王与大汉结盟。匈奴的单于知道乌孙准备亲近汉朝后，就威胁乌孙要派兵攻打。这下乌孙彻底慌了，赶紧请求与汉朝联姻，寻求支援。于是同年，汉朝将刘惜君公主下嫁给乌孙王，两国和亲。关于刘惜君公主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她的父亲是江都王刘建，是个荒淫无度的诸侯王。他不仅奸淫父亲留下来的10多个姬妾，还与已经出嫁的亲妹妹通奸。后来又密谋造反，事情败露后畏罪自杀。之后，他的同党被诛杀，家人被弃市，而只有一个幼女因为年龄太小，幸免于难。这个幼女便是刘惜君。她远嫁乌孙，被列交弥封为了右夫人。匈奴的单于听说后，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列交弥，被封为左夫人。列交弥已经60、70岁了，乌孙王的这个位子，他想留给自己的孙子军须弥。同样想留给自己孙子的还有汉朝的公主刘惜君。但是汉朝是讲究礼义廉耻的，刘惜君宁死不从，给汉武帝上书。可汉武帝回信说，从其国俗，欲与乌孙共灭胡。于是为了国家大义，刘惜君只能答应。几年后，列交弥去世，由他的孙子军须弥继位。他除了继承王位，也继承了他爷爷的右夫人刘惜君。又过了几年，刘惜君病死，汉武帝又把楚王之女解忧公主嫁给了军须弥，继续维持两国的关系。这为牵制匈奴以及拉拢西域诸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